哇塞，你这是 iPhone 17 Pro Max 吗？是啊，今天刚到手的，好不好看？白色的。说实话有点丑，我感觉。我也觉得有点丑啊，特别是它镜头看，我感觉像红米系列一样。这个凸起太多了吧？是，我还觉得还不如 iPhone 16 Pro Max 好看哦。真的，质感也没有16好。不是你这怎么不亮啊？这肯定是模型机啊，9月份才发售啊，不可能提前开箱的。切，难怪差这么多。我还是觉得今年就不置换 iPhone 17了，我觉得 iPhone 16 Pro Max 保护好来会更好。确实，这个看着还不错。你看一下我这个是没有贴膜的，我从网上买了5款，就是全屏钢化膜，来看一下哪款是最适合 iPhone 16 Pro Max 的。行喽，看一下。因为我还想用多几年啊。现在第一家品胜老大哥了。哇塞，你这物流有点暴力了。现在快递都是就感觉随便乱放的钢膜，上次我都收到碎的。真的是哇塞，哎，是有送一个定位器吗？这个品胜定位器。是黑边款的，我已经看到了。买的5款都是那种全屏大黑边的，因为黑边它覆盖面积更大嘛。因为我经常打游戏，所以说对覆盖面积要求还是比较高。行，那来看一下。来看一下试贴，清洁过程我们就直接跳过，看一下这个品胜的膜好不好贴。行，看一下。哎，它就这样滑的。能吸附吗？哎，怎么吸不上？是不是把它拿出来呀？这样取出来？对啊，直接取出来看一下。喂。手贴，你看它已经吸附了。但贴歪了，可能大家真的要去看一下贴膜教程。原来你没看呢。我看基本上不都是盖上去然后一撕就可以吗？太自信了，哥们儿。没事，手贴一样的。这怎么这么多白色的点啊？你看一下能不能把它排掉。哇，还有白边，这样拿起来我一看很明显。应该能吸掉，现在膜发展已经很成熟了。可以吗？没问题。那就好，应该是贴合的问题。诶，但这底部这一块这白边是有点消不掉，会反弹是吗？是会有点反弹，但大概率是，因为它覆盖面积也不大，你看这底部。是有点小啊，这覆盖面积，它不是黑边款吗？是啊，一般来说黑边款覆盖面积更大才对。它有这防震吗？是小小的防震。边缘摸起来还行，应该是2.5D 的这种手感。微弧觉得是40%。是，但它覆盖面积真的偏小，你看这顶部就最明显了。哇，这个阿角。对，我以为说底部的话应该不会沉那么多，但也没有，看到没有，还是比较明显。那就是覆盖面积小了。是覆盖面积不大，品胜这款吧，但手感我感觉还可以。现在右边的区域它是覆盖面积会比左边大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会不会进行遮挡。您看一下，从哪里选的？小红书小红书上面不是有教吗？就是说这个字体，看到没有？是哎。你看书上感觉好像是挡住了，特别是个圆圈哦，这个圆圈最明显。很明显挡住了。那说明它是有点遮挡。是，我们来拆开来撕下来看一下。你看现在的话是遮挡是这样子的，这里盖住了顶部。我们把膜揭开，是吧？遮挡这一部分基本上盖到这里的位置了。这款膜的话，覆盖面积真的是偏小，就品胜这款钢膜。这么细的膜都遮挡？其他的问题不大，特别是它的防尘，我感觉做的还不错。对呀。它黑边的确是偏粗一点，然后覆盖面积没那么大。对，主要是遮挡太影响日常使用了。我们试一下下一款。OK，下一款。接着是第2家悦迪数码的。哇塞，这个包装也挺大的。它定位器也很长，你看比我的8指还长。是哎，看一下它膜怎么样啊？也是这种黑边款。对，我们来贴上去看下效果。可以看一下。它采用了这个3角定位法，看着还挺稳固的，直接把手机卡进去。看一下能不能贴好。看一下。感觉这个不怎么考验手法。有点简单，我就一推就可以了，看一下能不能贴好。喂，可以。拿起来看一下。哎，没有白边和气泡哎，还挺不错的，这贴的。就一气呵成，我们来感受一下。哦，这个覆盖面积是不是很大？我这样子看。有没有贴膜？看这里，看防尘这里。是。有贴。那覆盖面积真的很大。哇，这个阿角都能完完全全的覆盖住了，我感觉。而且边缘摸起来它一点都不割手，还有那种弧度感，能感觉到吗？看得出来。这很圆润。是啊，那个光的反射都不一样。是，弧度还不错。看一下它这边会不会遮挡直接来测一下。对，排测。咦，你看。这款明显跟上一款观感不一样啊。好多了对比品胜那家。对啊，这个圆是完完整整露出来的。哇，它这个也是黑边款，但并不会遮挡，这点很不错。是。而且它手感真的很顺啊，你看，就光哪怕是再光泽一下，看到这弧度，看着是挺不错的。这家可以，这家可以。接着我们来测一下，看一下这款膜会不会出现断住的问题啊？不会，很流畅。看着很丝滑。
这款膜真的可以覆盖面积，主要是覆盖面积，对于我打游戏的人来说非常棒。对，这个看起来观感也好看。这个肯定是备用款的，这款膜可以，不错。我们看一下下一款，优浪数码的，它写的是8K 丝印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看一看，哎，这个储存仓又是不一样的。苹果的钢化膜真的是百家齐放啊，它的定位器。哎，哇，这个看着很窄啊，肉眼看这个黑边。好细啊，我们看一下会不会遮挡吧。先赌一波，我觉得它不会。我赌它会。好。开始贴膜，它这个也比较方便一点。也是直接盖上去。差点就搞错方向了，被我发现了吧？问题应该不大吧？这个方向。哎，这吸附有一点慢了呀。是啊，静等一下，感觉已经产生气泡了。是气泡吗？打开来看一眼。现在吸附到挺快，真的。气泡有点多。先排一下吧，先排一下。排一下气泡先。是我操作手法有问题吗？难说。难比吗？这个不看教程的人。哎呦，我觉得现在膜应该贴的方式都差不多。这个气泡有点大。上一家怎么贴那么好？上一家那个定位器比较简单，就一推就行了。Later。感觉这个气泡有点排不掉了，进灰了。怎么回事？不是储存仓吗？怎么进灰啊？效果一般，而且它分辨率真的偏小。然后边缘明显会有点割手感，它没有做弧度。然后它底部这个气泡是排不掉的，一直会反弹。哇塞，这跟弹簧一样。我们来看一下黑边会不会遮挡，因为它是窄黑边。行，不是你这指甲还不剪啊？就是为了贴膜啊，贴完膜我就要剪指甲了呀。这样子。不然怎么揭开，对吧？好。你看它黑边，好像没有遮挡吧？不会遮挡哦，但你看刚刚好的位置，刚好蹭到了。对，刚刚好。是因为它覆盖面积小的问题。是啊，你看边边这里就已经凸出来了。对，这边很明显。还好它的覆盖面积并不会说进行遮挡，就是只是观感不好而已。顶部，没有做防尘膜。好吧，略微逊色一点。这个是酷乐风品牌。这是什么牌子啊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也是这种黑边款。哎呀，买膜我只知道闪膜，你怎么不买闪膜啊？闪膜的都是无黑边款，它覆盖面积更小，我跟你说。那好吧。也是这种盖下去的定位器啊。有点眼熟啊，这个定位器。都是无尘章设计啊，现在。咦，你看，一样的不吸附。按下来了。你看看这吸附了。哦，这么慢啊？静等5秒。也有难度。歪了。是气泡吗？是。揭开来看一下。这边。还好啦，你看就一个大气泡。是，也就跟月亮差不多。OK。哇，这指甲留着也没什么用啊，挤气泡这么慢。这样挤嘛，你看指甲的作用就出来了。让它吸附。等它自己吸附。怎么又吸回去了？贴好了，没有白边，问题还有温度。不是这个覆盖面积有点小了呀。这底部全露出来了，是不是把手机本身的黑边全露出来了？有可能，我觉得它覆盖面积不大。那你这不遮挡吗？看一下，直接看遮挡吧，我担心应该就是会遮挡的。也是刚刚好，就是擦线的位置。擦到它顶端了。对，擦边了。擦边膜。这个就叫擦边膜吧。覆盖面积明显就是偏右边一点。太小了这个。对，它会偏右边，然后导致左边这里漏的缝隙会比较多，边缘也没有那么圆润，并不会割手，但也没有说很圆润，就2.5D 的样子。微做是吧？有做防尘膜。会反气泡吗？这是？是啊，很轻微，我刚刚不仔细看都知道啊。慢慢的弹出来。是在听筒位置。趁你不注意然后出现。挤不掉啊，很轻微啊。这款膜只能算普通吧，它覆盖面积不大，对我来说。然后顶部这里又会反弹气泡。是，而且它的弧度做的也不大。我们看一下下一家，最后一家朗个品牌，我希望说有什么奇迹出现。这个包装也很大啊。哇，这个储存仓也很大。一样，跟月迪那家的定位器很像。是，看一下是不是一样的好贴。哎，这款定位器也是把手机稳稳的固定住了。是啊，跟月迪的那款很像。是，看一下贴出来效果怎么样？也是不怎么需要动脑了。咦，一样，很丝滑。溜滑就行。哎，这个贴出来怎么有白边呢？能按掉吗？这种？能按掉，问题不大。可以，还挺不错的。很丝滑，主要是这个定位器太好用了。再看一下它覆盖面积。哎呦，怎么这些覆盖面积都是偏小啊？没有，就出了一家。真的哎。看底部。它是不是都不管覆盖黑边呢？我感觉现在覆盖面积做不了很大嘛，就月迪的我感觉它有98%，其他都顶多就95%。对，这个观感太影响了。看一下啊，那个会不会知道？哇，这个爆炸遮。明显了。已经不是遮顶端的问题了。
这覆盖面积没得救，特别是它黑边很粗啊，很影响观感，很粗，就肉眼都能感觉得到。这太难受了，使用的话。但它边缘这一块是有做弧度的，摸起来不会硌手。顶部有做防尘网吗？没有。这是防尘网吗？没有，没做空的。那很容易进灰啊，没有防尘网。是覆盖面积偏小，然后没有做防尘网，以及它这个黑边会进行遮挡。总共测试了5款黑衣变膜啊，我还是觉得悦迪数码和朗克的它这种定位器比较好用啊。确实啊，感觉看你用着都没那么费劲啊。你像其他3款上无尘仓还是比较容易出现气泡等其他问题。然后再来说说膜本上，覆盖面积最大以及边缘带有弧度的话，我就觉得悦迪数码是遥遥领先了。其他家的话，要么就是覆盖面积偏小，要么就是黑边会进行遮挡啊，都是有这个问题。那倒是，我感觉看下来悦迪的性价比是高一点。总结来说，就是悦迪数码我比较推荐给大家使用。如果其他家的话，你觉得合适的话，也可以进行选择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是这一期的测试效果了。你今年还会买 iPhone 17 Pro Max 吗？哎呀，那肯定买16啊，你都测好膜了。好。